欢迎总裁夫人回归职场，升任总监。陆恒，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老婆生完宝宝第一天上班，当然是来给你保驾护航的。这是什么呀？生日礼物。知道你低调，不喜欢珠宝首饰，这样是陆氏科技最新研发的智能手环，里面设置了陆氏集团的最高权限，全球仅此一只。哼。戴上这个手环呢，从此以后只要是陆氏集团的产业，你都能随便进出。我老婆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密码了。这么好。现在才知道我好。那我们的林大总监是不是该表示表示啊？可以了吧？好了，我的陆大总裁，你赶紧带人回去吧。对了，花也给你。我要去上班了，今天还要去办生日手续呢，拜拜。下班早点回来啊，我和宝宝在家等你。知道啦。以集团的名义给夫人的公司送上5000万投资。另外，夫人不喜欢高调，千万不要暴露夫人的身份。好的，陆总。什么？陆氏集团要给我们注资5000万？5000万？好，我一定照顾好他，不让他受半点委屈。好，陆氏集团总裁特别关照的人呢，今天要到我们公司来，你去查一查，有什么人要到我们公司来。老板，我刚想跟你说这事儿呢。这是林总工程师休完产再回岗，升职技术总监的任职书。另外还有一个新来的前台也是今天入职。喂，这可是非机动车道啊！薛冰，薛冰，你谁呀？我呀，你问问，之前你还托我给你找工作呢。文文，咱们都是一个学校的，一个总裁秘书的岗位，你就不能帮我安排一下吗？可是你笔试都没过，我怎么……文文，求你了，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工作机会。好吧，我帮你问问，好像公司前台还在招人。前台？哎，我还有个会要开，有结果我告诉你啊。林文文，竟然敢瞧不起我，咱们走着瞧。你也来这上班啊？你是不是面试成功啦？我面试成功靠的是自己的实力，你可千万别以为自己是我的恩人。老板，您说陆总点名照顾的人今天要来，那这2人到底谁是啊？废话，林文文就是一个只会养孩子的家庭妇女，她在我们公司工作了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她什么背景吗？也是，林文文这种人怎么可能认识陆总？倒是边上那个，他手上挎的可是爱马仕的包包哎。可是陆总怎么会介绍人来当前台呢？什么前台？他是我们的技术总监，你们俩呀，好好打起精神来，好好迎接，听见没有？啊，快来快来！哎，你
您就是今天要到我们公司任职的薛小姐吧？大家好，我是今天新来的行政前台薛冰。薛小姐，您就别谦虚了，陆总已经交代过我们了，要好好照顾您。我们怎么可能让您当前台呢？陆总，公司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陆总啊？对呀，薛小姐能屈尊降贵到我们公司，是我们至高无上的荣耀啊！薛小姐，这是技术总监的任职书。白总说了，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们公司唯一的技术总监。薪资方面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技术总监，薪资随便提，他们认错人了吧？放心，以后我会照顾大家的。等等，林文文，你干什么？还不把任职书还给薛小姐？白总，公司说了，等我休完产假回来，就让我升任技术总监的。你这……林文文可是技术骨干，休完产假回来就被新人代替，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就算你不想让我升职，但你也不能让一个对计算机一窍不通的人来当技术总监吧？你说什么呢？人家薛小姐可是陆总推荐的人，你说她不懂计算机，真是笑话。就是，林文文，你一个大学都没念完的人，少在这污蔑我！什么？他大学都没念完？真假的？薛小姐，你们是同学啊？一个大一就被开除的人，跟他当同学，我都嫌丢人。李文文，想不到你竟然是这种人。好啊，林文文，你竟然隐瞒大学被开除这件事儿，还在我们公司工作了这么久。我大学是被安排进国家机构做保密项目了。薛冰，你不要造谣！就你还保密项目？我亲眼看见你被警车带走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好啊，林文文，你竟敢学历造假，还让我给你升职？公司没把你开除了，你就应该偷着乐了。白总，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可以去查。行了，人家薛小姐可是陆总的人，有必要说谎害你吗？薛小姐，咱们别理她，我们特意为你准备了专属工位，咱们快上楼吧。哎，是，哎，请，哎，你要是不想被开除的话，就自己跟上来。哼，哎，不是我，薛小姐，前面就是你的专属工位。来，你干什么呀？你干嘛呀？这些都是林组长的东西，你们凭什么扔啊？你干嘛呀你？我们老板让我清理工位，迎接新来的薛总监。至于林温温，她算什么东西？哪凉快哪待着去！你们，小张，林组长，你终于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是我让扔的，给我走开！来，薛小姐，请，薛小姐，这是我们公司最好的工位了，靠窗啊，通气性好空气又好，视野又佳。从今往后啊，这儿就是您的位子了。不错，我很满意。白总，你怎么能这样呢？为了个新人，就把林组长、总监的位置都给裁了。这个位置林组长做了3年了，难道你也要抢？薛小姐可是陆总点名要照顾的人，李文文一个生了孩子的家庭主妇，能给薛小姐腾位置啊，那是她的荣幸。不就是个关系户吗？有没有真本事还不知道呢？你算什么东西啊？干嘛？谁敢对薛小姐不敬？白总，你不是说我是技术总监吗？怎么，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底层员工都敢跟我叫板了？是，哎呀，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喽啰。薛小姐如果看他不顺眼，我把他裁掉就是了。白总，张小雨是我的组员，白总，你要裁员，是不是也要问问我这个组长的意见啊？谁说你还是项目组长？从今天开始，你手头上的所有项都给薛小姐来做。至于你的这个岗位嘛，白总，咱们公司的前台不是还空着吗？哦，那就让他去当前台好了。不过
我听说，生了孩子的女人身材走样都没法看了。林文文，等你到了前台之后啊，记得一定要好好减肥，别给我们公司丢脸哦。对，薛小姐说的没错。林文文，你还不赶快谢谢薛小姐，给你提供了一个工作岗位啊！你们太欺负人了！这些年要不是林组长带着我们搞研发，公司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吗？现在倒好，公司上市了，你们就开始卸磨杀驴。他不过就是帮着公司研发了几款软件，真当自己是开国功臣了。以我们薛小姐的能力，再研发个10款8款都不是问题。就他，李文文，你放尊重点。薛小姐既然能得到陆总的重视，那一定是能力超群，反正肯定比你强多了。就她一个早早就结婚生子的女人，怎么能和我比？薛冰，这可是互联网公司，你一个艺术生，你懂什么是编程吗？艺术生？薛小姐，你是学艺术的？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艺术只是我的爱好，我当然懂编程了，不就是那个什么 C 语言写代码什么的。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薛小姐不仅工作能力出众，而且这个兴趣爱好也是如此的高雅呀！哎，好呀。幸好我之前在电视上看过一些，差点露馅。那是当然，以后有我在，咱们公司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笑什么？我笑有的人啊，无所畏惧，什么大话都敢说呀。哼，林文文，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实话告诉你，陆氏集团的陆总因为薛小姐要来我们公司，给我们公司投资了5000万呢。5000万？就是，要不是认可薛小姐的能力，陆总怎么可能给我们投资这么多钱？哎，他们一直说什么陆总的，到底是哪个陆总来投资了？还能是哪个陆总啊？当然是原城最有实力的陆氏集团总裁陆恒啊！陆恒，我老公。我没听错吧？你说陆恒是你老公？林文文，你可真不要脸！你都已经是生了孩子的女人了，怎么还对陆总发春呢？林组长，这也太夸张了吧！夸张什么呀？他真是我老公。林文文，你是不是生孩子把脑壳给送坏了？陆总也是你能瞎想的啊？好啦，快到前台干活去吧。我说了，我不去前台。白总，你要是觉得现在公司不需要我，那行，我在公司工作了3年，现在还是哺乳期，您这算是违规辞退女员工。按照法律规定，你应该给我艾恩的赔偿，一共30万，拿来吧。林文文，你不服从公司的调岗啊，还找公司赔偿？公司凭什么赔偿？凭你违法乱纪，凭现在是法治社会。好，林文文，你要这么玩是吧？那别怪我把你们整个组全部都开除。我记得林文文那个项目组，不少人都背着车贷房贷呢。这要是没了工作，不就断供了吗？活该！要怪就怪他们自己站错了队。白眼狼，你疯了！他们可都是公司的技术骨干。我呸！有薛小姐到我们公司，她一个人就能顶10个技术骨干，是吧？薛小姐，该死，我哪里懂什么编程？要是技术骨干都走了，谁来帮我干活呀？白总，大家都是同事，没必要做事这么绝吧？是，你说的是，薛小姐就是人美心善的。林文文，薛小姐都好心给你台阶下了，你可别给脸不要脸。难道你想因为你一个人连累所有组员吗？对不起啊，组长，都怪我们拖累了你。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放心吧，
它很快就会露馅的。哎，你赶紧回去工作吧。那我去了。怎么了，老婆？陆恒，你在干嘛？谁让我娶了个女强人呢？老婆不在家，我只好自己当奶爸喽。哎，对了，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给延盛科技投了5000万？是啊，这不是庆祝你刚升职总监吗？怎么样，当总监这一天还顺利吗？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回头再跟你解释啊。你记得先不要打款。你就告诉他们，你质疑他们的能力，要等新软件上线了，这笔投资啊才到账。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哎呀，没事儿，这事我自己能处理。你先带宝宝吧，我先挂了。什么？陆氏集团投资要延迟到账？老板，陆氏那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说要等我们手里这个软件研发成功了才要给我们投资。那还等什么？快去做呀！可是这个软件之前一直是林雯雯带着团队在负责，她现在已经去前台了。怕什么？有薛小姐在我们公司，不比那10个林雯雯都强。这破电脑怎么开机啊？薛小姐，是你啊？有什么事儿？我们这里有个需求，甲方那边急着要，您看您能不能先做一下？这东西怎么用英文呢？根本看不懂啊！这么简单的需求，咱们公司其他人都是吃白饭的吗？那个谁，你把这个需求做一下。薛总监，这个核心算法一直都是林组长之前在做的，我不会啊。等等，林雯雯，这里有个需求，你做一下。我？薛总监，你不是说让我去前台吗？好好减肥就行了，这东西我不会。薛总监，你这么厉害，怎么不自己做啊？呀，你这电脑都还没开呢，不会连电脑怎么开都不知道吧？嘿，林雯雯，你怎么跟徐小姐说话呢？徐小姐只是初来乍到，刚到本公司，对这些电子设备不了解。嘿，徐小姐，没事的，我这就找人帮你把电脑打开，你只要安安心心的做这个需求就行了。嘿，来，徐小姐，这电脑已经给您开好了，您安心做就是了。是啊，我们都想见识一下您的编程能力。林雯雯，尤其是你，好好给我看着，你不是质疑薛小姐的能力吗？你就等着自己的脸被打肿了。好啊，我等着，做呗。薛小姐，咱们快开始吧，展示给她看看。到底哪个才是编程的软件啊？不管了，随便点一个吧。林雯雯，你笑什么？哎呦，你这个技术总监，不会连哪个是编程软件都不知道吧？你什么意思啊？薛总监，那个是杀毒软件，编程软件是这个。我当然知道，我就是想先给电脑杀个毒，怎么样？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哎呀，徐小姐，做事就是严谨啊！你们都好好学着点啊！没有问题，来，还是坐下来，接着完成啊！这怎么又是英文的？这下完了，我怎么看得懂啊？徐小姐，你怎么了？我突然之间肚子好痛，我要去上厕所。薛小姐，薛小姐，哎呀，你别喊了，他
他这次啊，不在厕所待到下班呀，他是不敢回来了。你说什么呢？薛小姐都身体不舒服了，你还在这诋毁她？李文文，你怎么这么恶毒？你就不能帮一下薛小姐吗？我，嘿，你这么生母心，你怎么不帮她做呀？哦，难道你跟她一样菜？你，这么久了，应该不会再找我了吧？还好我聪明，不然可就露馅了。薛总监，你总算回来了，您身体还好吧？没事了。对了，那个项目怎么样了？你说那个需求啊，看您身体不舒服，小雪已经帮您做完了。啊，这个薛冰，没想到还真让他蒙混过去了。不过薛总监，您这厕所上的也太久了吧？我看白总他好像有点不高兴了。我怎么解释呀？总不能说我是临阵脱逃吧？有了，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其实啊，是陆总关心我，刚刚打电话给我，关心我第一天上班的情况。我又不好意思在你们这么多人面前接电话，所以才故意去厕所的。天哪，陆总居然专门打电话关心你，薛小姐，你跟陆总不会是……薛冰，你撒谎也得找个像样点的吧？陆红怎么可能给你打电话？他现在忙着在家带孩子呢。林文文，你一个前台陆总干什么还要归你管吗？怎么，陆总给谁打电话，难道还要经过你的同意不成？就是，你以为你是谁啊？总裁夫人啊！行了，还真是，还不快把资料拿去打印了？要说未来的总裁夫人，那也应该是我们薛小姐才对。我们的感情确实很好。陆总的关系果然好用，借着他的名义，我以后能在公司呼风唤雨了。怪不得陆总愿意为您投资这么多钱。哼，薛小姐，没想到啊，你还有这层关系呢。你们可不要宣扬出去啊！我不喜欢太高调。这样吧，这周末叫上白总，我带你们去我家那位开的米其林3星餐厅吃饭。林文文，你也来吧，毕竟你一个当妈的人，平时应该舍不得吃这么好的餐厅吧？不了，不巧啊，我这周末呢也约了我家那位过纪念日呢。薛小姐，算了吧，他没那个福气，您请我们就行。就是，唉。夫人，您这个专属包厢平时都不对外开放的，您看这次布置还满意吗？这个也太肉麻了吧，都老夫老妻了，摘了吧。是。哎，算了，你去看一下今天晚上的菜做好了没？这个我自己来。好的。哇，这就是陆总开的那家米其林3星餐厅，这也太气派了吧！因为这家餐厅是陆总特意为了喜欢的人开的，平时来这里的呀，都是一些来结交陆总的名流权贵呢。真的？今天可真是沾了薛小姐的光啊！走吧，我带你们进去。嘿嘿。冰冰，你怎么在这儿？薛小姐，你跟这个服务员认识啊？啊，那个陆总饭店的服务员当然认识我了。你们等着，我马上让他给我们安排一个包厢。跟我过来。这个服务员怎么叫薛小姐叫的这么亲密啊？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薛小姐就叫平易近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在外面要叫我薛小姐。我现在可是在公司当高级白领。对不起，我看着你是太惊讶了，我忘了。好了，我今天带同事过来吃饭，你给我们安排个包厢吧。冰冰，你疯了！这里可是陆氏的饭店，你哪来的钱请他们吃饭？再说了，我们这儿也没有包厢了。薛小姐，你们说好了吗？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去啊？好了，这个服务员马上就带我们进去。你怎么这么没本事？要是做不到，咱俩就别谈了。好吧，我带你去陆总的私人包厢。陆总平时也不怎么来，不过你们吃完之后千万要赶紧出来，要不然我就完了。知道了，走吧，带路吧。是薛小姐。林温温，你怎么在这儿？李温温，你不是说不来吗？怎么，现在这是后悔了，又想来蹭吃蹭喝？我跟我老公也在这过纪念日，怎么不可以吗？在这儿，怕是把你卖了都消费不起吧？那是什么？哎，你干什么？好啊，李温温，你可真不要脸，竟然在这里意淫陆总！你还给我！陆恒是我自己老公，我意淫什么呀？李温温呀，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这么厚啊？还在想做那个总裁夫人的白日梦呢？我告诉你啊，陆总喜欢的人是我们的薛小姐。林温温，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什么都喜欢跟我抢，没想到现在呀，还是这副德行。你在胡说什么呀？不是，怎么他说什么你们都信啊？他说陆总喜欢他，你们就信啊？你还不知道吧？这个餐厅啊，就是陆总为了薛小姐开的。陆总不喜欢他，反倒还喜欢你不成？你说这个餐厅是陆恒为了他开的，证据呢？服务员，你来说，这个餐厅是不是陆总为我开的呀？说呀。薛小姐确实是我们这儿的贵客。林文文，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你与薛小姐的差距，你赶紧让开啊！给薛小姐让路啊，是你的荣幸。你是哪个部门的员工？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还在这里嘴硬，赶紧给我让开！我们还要去吃饭呢。服务员，快带路！难得来这么高级的餐厅，可别被这个死花痴倒了胃口。哎，等会，我记得今天餐厅的包厢已经都满了吧？你要带他们去哪儿？李温温，你还真是个土包子啊！薛小姐来这里，自然用的是总裁的专属包厢。总裁的专属包厢？不错，你赶紧给薛小姐道个歉，薛小姐说不定大发慈悲，带你去开开眼界。好呀，薛小姐，你应该不介意带我一起去吧？专属包厢要用我手上的手环才能打开，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开门。薛小姐，这里就是您的专属包厢了。这个大门看起来就跟别的不一样啊！哎呀，这些年高档餐厅我去过不少了，不过如此有格调的餐厅我还是第一次见呢。不愧是薛小姐的专属包间呐！这可是定制的爱马皮革门，光这一扇门就得花好几百万呢。一扇门就要好几百万，那里面岂不是更华丽？薛小姐，快带我们进去看看吧。走，我带你们开开眼。怎么回事？这门怎么打不开？服务员，你怎么办事的？薛小姐的门怎么是锁住的？不应该啊！这个包厢除了陆总，平时无人敢用，所以从来没有上过锁啊。那怎么薛小姐来了，反倒给包厢锁上了？你怎么回事？这点事都办不好？薛冰，你干什么？你没事吧？你先下去吧，这我来处理。李文文，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吩咐我餐厅的员工？你餐厅的员工？既然你说你跟陆总的关系那么好，那这个包厢在1周前就上了门禁，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什么？这包厢还有门禁？没错，并且这个门禁需要专属手环才能打开，而这个手环呢，全球只有1只，就戴在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手上。总裁夫人？陆
总结婚了。薛小姐，你不是说陆总喜欢的是您吗？如果陆总有夫人的话，那难道薛小姐是小四？你胡说什么呢？哎，薛小姐，你该不会是在骗我们吧？怎么可能？之前我是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其实我就是总裁夫人。什么？你也是总裁夫人？没错，陆氏产业那么多，我刚刚只是一时太忙了，所以才一时没有想起来这门禁的事情。事到如今了，竟然还在嘴硬！天哪，你竟然是总裁夫人！那你一定有专属手环吧？能打开这个门？哎呀，你总不会说你的手环放在家里了吧？哎，这样，我让餐厅经理给陆总打个电话，让他呀给您送过来。不行，要是闹到陆总跟前，我不就暴露了吗？谁要你多事儿了？连文文，你吹什么吹？薛小姐既然专程带我们来吃饭，怎么可能不带手环呢？夫人，我看您手环没戴在手上，是不是放包里了？对啊对啊，夫人您快拿出来吧，腿都站累了。哎呦，这么长时间都够你找10遍了，不会还没找到吧？你闭嘴！夫人，您不会真的没有戴手环吧？没有手环就让开，我来开。欢迎您，总裁夫人。欢迎您，总裁夫人。门真的开了，怎么可能？怎么样啊，雪冰？现在还说自己是总裁夫人吗？是林文文的手环，怎么能把门打开呢？不是说这个手环全球仅此一只吗？不会，林文文才是真正的总裁夫人吧？那我们岂不是一直认错了人？雪冰，我看你现在还怎么装？怎么可能？林薇薇一个大学都没念完的人，怎么可能是总裁夫人？那这只手环又怎么解释啊？是因为雪冰，大学的事情分明就是你在造谣，你到底还要骗大家到什么时候？现在怎么办？要是被发现我是假的，到手的工作可就丢了。原来是里面有人啊！李文文，我看骗人的是你吧？还什么专属手环，门明明就不是你开的，差点给你装到了。林文文，你就会在这捣乱，回去就把你绩效给扣了。夫人，夫人，包厢里的菜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做好了。哎，这位就是餐厅主厨吧？不愧是夫人，来餐厅连主厨都要亲自接见。原来他是在叫我，太好了，他竟然不认识总裁夫人。主厨是吧？给我来10份空运的鹅肝，还有那个什么黄金鱼子酱，随便来2斤。我要招待贵客。这些是夫人请来的朋友。你知道黄金鱼子酱2斤要多少钱吗？多嘴，难道夫人会差钱吗？啊，不差钱是吧？那既然有了鱼子酱，不如再来点海鲜大虾，像什么澳龙啊、帝王蟹什么的。上，每样上10份。那就谢谢薛小姐的款待喽。那我这就去准备，祝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别愣着了，都进去吧。希望一会看到账单的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大家随便吃，不用客气。这是你点的菜吗？你们就随便吃。林文文，我知道你平时根本就吃不起这些，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平平常常的一餐。你酸什么酸啊？
就是，李文文，你什么意思啊？有吃的还堵不上你的嘴？就是，你爱吃吃，不吃滚！我吃。哎呀，这有人请客，为什么不吃啊？等等，夫人叮嘱做的蛋糕一起送过去。哎呀，我得留着点肚子，待会儿可要吃黄金鱼子酱了。瞧你那点出息。哇，这是 LV、爱马仕、迪奥，这么多奢侈品，加起来得有好几百万了吧？夫人，陆总也太宠您了。哎呀，我都跟他说了要低调的，真是的。这些明明是我送陆恒的呀！哎呀，这是海洋之星！一条项链而已，大惊小怪的。哎呀，薛夫人，您真大气，连1.3亿的海洋之星都不放在眼里。什么？哎呀，薛夫人真是大气呀！这1.3个亿的海洋之心都不放在眼里呀！这个还这个，哎，1.3亿！陆恒这是又收购了哪家公司呀？老婆，我正准备跟你报告个事儿呢。我刚刚呢在朋友的拍卖行拍了一条项链，不多，就花了1.3亿。我不是说过你不能随便？哎呀，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些，这可是给咱们宝宝准备的嫁妆，咱们小千金的嫁妆，那我当然得从小攒起啊。哼，你看他又哭了。好了，不哭。瞧我这记性，怎么把东西落这儿了？你干什么？李文文，你才是要干什么？这是总裁送给夫人的天价珠宝，被你碰坏了怎么办？天哪，这可是1.3个亿啊！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级别的珠宝呢。夫人，不如您戴上给我们看看吧。是啊，夫人，我来帮你戴。好啊，不行，你还给我！我的项链为什么要还给你？薛冰，你冒充别人身份抢其他东西也就算了，这条项链你可没资格碰。林文文，你偷出来找什么存在感？这可是陆总送给夫人的礼物，滚一边去！林文文，赶紧把手放开！你不会还对陆总心存妄想？看到陆总送夫人这么贵的东西，眼红了吧？林文文，人各有命，我劝你还是要现实一点，不要再肖像我老公了。你老公？我听说苏富比拍卖行对买家都是量身定做的，你确定你能戴进这条项链吗？废什么话，一条项链而已，我当然能戴上。帮我戴上吧。好嘞，我来帮忙。这个项链怎么这么紧啊？夫人，你别急，我有的是劲儿。你干什么？你要勒死我啊！不是的，夫人，是这个项链太短了，你好像戴不上。你胡说什么呀？哎呀，总裁给总裁夫人量身定做的项链，怎么会戴不进去呢？我可以，我自己戴。你戴100遍你也戴不上，因为这根本就不是给你的项链，这是陆恒送给他女儿的。女儿？什么？陆总已经有接班人了？怎么，你们跟着所谓的总裁夫人，他没告诉你陆总在前段时间喜得千金的事儿？仔细看看这项链的尺寸，确实有点小，好像是专门给小孩子定制的呢。还真是。夫人，这是什么情况？你有孩子了？夫人呐，这件事情怎么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呀？那当然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夫人。试问哪个当母亲的天天言语羞辱别的宝妈？又有哪个当妈的认不出自己女儿的项链？薛冰，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你还想装到什么时候？是啊，
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妈妈，怎么会说出这种话？闭嘴！我的身份还轮不到你来质疑。对不起，夫人。是啊，刚刚出师长都亲口承认了夫人的身份，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哎，夫人，你这……行了，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和陆恒确实有一个孩子，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有必要跟你们说吗？不是什么大事。你知道一个妈妈怀胎10月、孕育分娩有多辛苦吗？你没生过也就算了，竟然还说不是什么大事。林文文，你说什么呢？啊，夫人是新时代女性的表率，哪像你呀，穷矫情，连生个孩子也请那么长时间的产假。看什么看？难道说错了吗？你休产假不就是想他公司那点生育津贴吗？没错，我跟你可不一样，生个孩子还想占点小便宜啊！休产假是女性员工的正常权益，怎么到你嘴里就是贪小便宜了？薛冰，大家都是女人，你没必要说这种话吧？你可别拿你跟我比，我的孩子呀，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天之骄子，而你的孩子长大之后只能跟你一样，一辈子给人打工，当牛马，被人踩在脚下。你再说一遍。怎么，我说错了吗？你这种人生的孩子，长大了也只配成为社会的底层，搞不好还要出去卖呢。李文文，你疯了！李文文，你简直胆大包天，竟然敢当总裁夫人！之前说的是我可以跟你不计较，但你敢说我的女儿，我绝对不允许。夫人，你没事？你看我像没事吗？白眼狼！今天你如果不把这个贱人给我处理了，我老公那5000万的投资你就别想要了。哎，夫人，哎，你放心，我马上处理这个疯女人。林文文，你赶紧给夫人道歉啊，不然的话，你前台的机会你也别想要了。刚生完孩子就丢了工作，以后啊，抱着你的女儿睡大街去吧。经济不景气，找份稳定的工作很难的，你还是赶紧给夫人道歉吧。你们还真是眼盲心瞎，围着一个只会坑蒙拐骗偷别人身份的冒牌货马首是瞻。我真的很好奇，你们知道他身份的那一刻会是什么表情啊？贱人，你给我闭嘴！怎么说到你痛处了啊？夫人，有人吗？谁啊？这是什么？这是顶级糕点师和夫人共同打造的周年纪念日蛋糕，采用了法国黑松露的名贵材料，价值38888。一个蛋糕就要3万多，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贵的蛋糕呢！快打开让我们看看。这上面怎么会是林文文的名字？怎么可能？怎么陆总和夫人的纪念日蛋糕上面会有其他人的名字？这怎么回事？我只是按照后厨的吩咐来送蛋糕，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之前开门禁就被不清不楚的蒙混过去，现在蛋糕上清清楚楚的写着我的名字，你们难道还要相信他吗？好啊，你林文文，你平时觊觎我老公就算了，现在竟然还找人专程做这种蛋糕，你倒贴上瘾了是吧？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不是你吗？你肯定是提前知道我和我老公会在这里举办结婚纪念日，所以专程叫人做这种蛋糕来勾引我老公是吧？我勾引你老公？没错，像你这种为了傍上豪门不惜做小三的人，我平时见多了，这样的手段最下贱。夫人，你的意思是林温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勾引陆总？我说呢，之前明明说了不来，现在又恬不知耻的出现在这儿，原来是想插足别人的婚姻呢。谁想插足他的婚姻了？我今天来这是来找我自己老公的。你老公什么锅配什么盖儿？
你老公一个月的工资，怕是都顶不起这里的一道菜吧？可是我记得林文文好像是说过，今天她要来这跟她老公过纪念日呢。我这周末呢也约了我家那位过纪念日呢，我跟我老公也在这过纪念日。夫人，这个林文文不会已经成功勾搭上陆总了吧？夫人，这个林文文不会已经成功勾搭上陆总了吧？怪不得能来这么高端的地方，原来是靠这给人当三啊！这也太不要脸了吧！林文文，公司培养你这么多年了，就是让你出来当小三的啊！你真是败坏公司的风气！你少把这种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啊！要说败坏公司风气，我看是另有其人吧？还敢在这拍咬夫人！夫人，咱们今天必须给他一个教训。对，夫人，今天必须要杀鸡儆猴，让那些不相干的人看看，您夫人可不是好惹的呀！林文文，看在我们是校友的份上，要是你现在给我道歉，我说不定还可以原谅你。让我给你这个冒牌货道歉？你做梦！你们不是很相信他吗？那好，我现在就给陆恒打电话，等他来了，究竟谁在说谎，就一目了然了。这林文文不会真的认识陆总吧？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你在我面前给我老公打电话，你一个小三当的也太嚣张了吧！给我把他抓起来！你干什么？我现在是使唤不动你了吗？放开！你们又想干什么？林文文，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给谁打电话。原来只是个家庭主妇啊！陆总这种商业大鳄怎么可能在家里带孩子？林文文果然是在虚张声势。林文文，你说你要打电话叫人，叫的就是你的废物老公啊！你该不会指望一个在家只会带孩子的男人能够来救你吧？原来你老公只是一个只会奶孩子的废物啊！怪不得你来我们公司待了3年，我们都没见过你老公，原来是拿不出手啊！嫁给这种废物，怪不得费尽心思也要勾引陆总呢。你们在胡说什么？陆恒他就是我老公。你的意思是说，分分钟月入1000万的陆氏总裁，甘愿为了你到家里面当个奶爸啊？别搞笑了，林文文，你是不是有什么幻想症啊？林文文，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给我道歉，否则我不介意把你勾引别人老公的事儿跟你这位老公说说。听到了没有？还不快给夫人道歉！他也配？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夫人给你机会，你不懂得珍惜。夫人您放心，我一定让林文文下跪向你道歉。嘿，你的膝盖很值钱是吧？给我跪下！嚯，你这个废物老公跟你还挺心有灵犀的呀，这个时候打来视频。哎，夫人，不如我们就接通看看，我也正好奇林文文老公到底是什么人呢？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干什么？就是让你老公看看他的老婆在外面勾三搭四，然后被人家正宫发现了，给人家下跪道歉。你们不要欺人太甚！好啊，林文文，这下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做人。把她的脸给我掰正，让她老公看看这个女人有多不要脸。老婆在干嘛呢？今天可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咱们今晚在哪过啊？啊？这就是林文文的废物老公，竟然这么帅，他凭什么？
你就是林文文的老公吧？你老婆在外面勾引男人，你知道吗？你少在我老公面前胡说八道！你把手机还给我！老实点。你们把他给我拉起来！雪冰，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要让你老公看看不守妇道的女人的下场，把他的脸给我按到蛋糕里去！你别碰我！去备车，快！夫人，当着林文文老公面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怕什么？她一个前台，她老公多半也是个废物。夫人，我来。你们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你就别嘴硬了，怎么？我还指望你老公来救你？差点忘了，你老公没权没势，根本就救不了你。雪冰，你真无耻，假的真不了。你真的以为你可以一辈子装下去吗？闭嘴！我看你还是不会好好说话。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给你好好长长记性。住手！我看谁敢动他！别动！你是谁？你们干什么？你没事吧？李特助，你怎么来了？阿恒呢？他怎么不来？肖小姐突发高烧，陆总先回去了，我是特地来接你的。咱们今晚在哪过啊？喂，陆总，小姐忽然发高烧了，您快回去看看吧。去备车，快！宝宝发烧了。等等，打了人就想走，谁允许你走了？滚开！别逼我扇你！夫人，你要给我做主啊！薛冰，今天的账我以后再跟你算。李特助，让他们把今天的菜钱结了，以后在这家餐厅，我不想看到这几个人。是。你要干什么？这位可是总裁夫人。总裁夫人？没错。我不管是哪家的总裁夫人，这个地方以后不欢迎你们。来人，把总裁包间的账单拿过来。黄金鱼子酱、奥龙、皇帝蟹，哼，你们可真会享受。一共是130万零5千，刷卡还是现金100万？怎么会这么贵啊？不是，您在这里吃饭，怎么还要给钱啊？没错，我是总裁夫人，所有的钱记在我账上就行。就算你是总裁夫人，你必须把账付完才能走。要是你付不出来的话，赶紧滚！以后这里不欢迎你们！你怎么能这么对总裁夫人？总裁夫人，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以后休想迈入这个餐厅大门一步。夫人，这保安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他真的为了林文文把您赶出去了吗？怎么可能？只是我家那位正巧立我规矩，在餐厅里面不许闹事，我又今天正好没带卡而已。早就听说陆总啊是公事公办，他立下规矩，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没想到对夫人也不例外啊。那今天可真是便宜了林文文，竟然就这么让她跑了。没事，林文文迟早要来公司上班的，咱们到时候有的是机会找她。怎么样？怎么样啊，医生？夫人不必担心，只是常见的小儿发热，吃点药就好。老婆，你怎么了？这谁弄的？我那几个同事。我不是让人告诉你们老板要好好照顾你吗？他们还敢这么对你？这说来话长，你说你要是不特意打招呼，说不定还没这么多事呢。好，我先出去，让医生帮你看看。忍着点啊。嗯。你的意思是，在公司有人冒认你身份，还占着总裁夫人的位置欺负你，这个白眼狼，好大的胆子！哎，你去哪？敢欺负我老婆，我这就让他们公司破产！哎呀，你冷静一点，
这公司要是破产了，那些员工不就丢工作了吗？你放心，我有办法。什么办法？这身份可以冒充，这技术可冒充不了。这过几天不就是新品发布会了吗？这冒牌货自然会露出马脚，到时候还等着看好戏呢。差点忘了，我老婆啊，不仅是总裁夫人，还是最顶尖的软件工程师。哼，那遇到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知道了，谢谢老公。哎，等等，林小姐早。让开，电梯超载，请更换其他电梯。李温温，自觉点出去。凭什么？要下去也是你先下去，大家都看见是我先上来的。是吗？有谁看到是他先上来的吗？你看到了？没有。还是你看到了？没有。看到没？大家都没看到是你先上来的。下去。李温温，我现在可是技术总监，耽误我上班，公司分分钟损失上百万，你担待得起吗？啊，对了，提醒你一下，马上就要打卡了。不是你。哎呀，上班了，又要搬砖了，真是。林温温，之前让我在餐厅丢了那么大一个脸，看我这次怎么整你。22楼，今天你就慢慢爬楼梯上。幸好关上了。哎，你看，谁允许你迟到还打卡的？雪冰，你又想干什么？公司规定，凡是迟到的员工扣1天的全部工资。哎，不是，你刚刚要是不拦着我这卡就打上了。再说了，公司什么时候有规定说这个要扣工资的呀？我现在定的，怎么不服啊？你不服，你可以滚蛋。马上要开新品发布会了，我可不能在这个时候。不敢辞职啊？嘿呀，她一个只会养孩子的宝妈，她丢了这份工作，她老公不得嫌弃死她呀？今天还好好的打扮了一番呀。你干嘛你？嘿嘿，薛小姐，我们不要与他浪费时间了，我们一起去新品发布会的筹划现场吧。啊，请，请。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泡壶茶送到会议室去？我啊！本次软件的发布啊，关系着我们公司能否拿到陆氏集团5000万的投资。今天会议主要内容，我是想指派1名负责人。白总，我推荐薛总监。可是这款软件一直都是林组长在负责，论熟练程度，林组长才是最了解的。他不过就是一个端茶倒水的前台，有什么资格参与产品研发呀？薛总监说的对，我已经不是研发部的人了，不应该操心软件研发的事儿。没想到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不过，薛总监还不知道吧？这个支付软件呢，它还只是一个半成品。那么接下来的事呢，就交给我们薛大总监了。你说，就你一个门外汉，能把剩下的软件做完吗？
薛总监，喝水。那这个软件就交给薛总监来管理了，大家有没有意见呢？没有。我同意。那没有意见就散会啊。林文文啊，等会儿来我办公室啊。哦。走，这边坐啊。哎，白总，你这是干什么？别急嘛，林小姐啊，我只是为了关上门，防止那些不相干的人打扰我们说话嘛。有什么事是需要关上门来说的？林小姐呀，前几天在餐厅里面是我做的不对，我呀今天特地来向你道歉。这个白眼狼会有这么好心准备跟我道歉？我知道，那个陆氏集团的夫人到了我们公司之后啊，你是受尽了委屈。白总，你都给我调前台去了，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哎，不，哎，来，哎，你先坐啊。哎呀，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你想想，陆氏集团总裁的夫人到我们公司，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也不想像你这么漂亮又这么美丽的人去做什么前台，你说对不对？哎，白总，你有什么事你赶紧说。哎呀，你还是这么猴急呀？那我就长话短说了。我们公司啊有一个新的项目，我想推举你做项目负责人。真的？对呀，只要你答应我，这个项目就是你的了。白总，你这是干什么？世界上哪有从天上掉馅饼的？你想做我的项目，当然得付出点什么。其结过婚的女人，韵味就是不一样啊！嘿，你的那个男人又没钱又没权，不如跟了哥哥我，哥哥保证对你好啊！你看看，哎，哥哥的身子啊，还有腹肌呢，怎么样？答应我啊！这就对了嘛！这女人呐，就是要识时务吧。我识你个头啊！我识！现在真是时代变了，连猪都会说话了。林文文，老子给你脸了是吧？我看是你不要脸了吧？你也不拿个镜子照照你自己啊！你这要长相有洋相，要外貌有外套的，就你还搞得上潜规则那套呢？林文文，你个生过孩子的女人，老子想睡你是给你脸了。我生过孩子怎么了？我有孩子说明我老公身体健康，不像你，你那点隐疾，这全公司谁不知道啊？我劝你啊，趁早报个男科吧你。大早上的真晦气。你看来某人要待不久了。他以前做软件很厉害吗？为什么没早点开了他？我也没见过，听说源代码在他的电脑里面，神秘兮兮的。林文文，你去楼下给公司一人买一杯咖啡上来。凭什么呀？自己没长腿啊？现在是软件上线的关键时刻，大家都在忙，你不去耽误了发布会的进程。你一个前台担待得起吗？行。那这是什么意思啊？给钱呀！难不成这咖啡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啊？林文文，几杯咖啡的钱你都要找我要啊？是呀，这全公司一人一杯咖啡，也就1万多块钱吧。哎呀，薛总监，你不会连这点钱都不想给吧？要是耽误了发布会的行程，您担待得起吗？
现在可以去了吗？林温温，你的软件我收下了。林温温，薛小姐，您怎么在这儿？林温温呢？白总，我正想跟你说呢。林温温在工作期间擅离职守，我刚刚亲眼看见她出去的。哼，这个林温温简直是公司的蛀虫，正好让有什么理由开除他。放这吧。叮咚，验证失败。叮咚，验证失败。叮咚，验证失败。林温温，你被裁了。薛冰，你又发什么疯？这公司裁员什么时候轮到你做决定了？这是白总亲自签的裁员通知，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工作期间擅离职守？哎，那咖啡不是你让我去买的吗？林温温，我什么时候叫你去买咖啡了？工作时间摸鱼还要倒打一耙？行，不是你叫我去买的是吧？来，过来看看啊，这是狗给我转的钱。这是什么钱我不知道。你干什么？你好啊你，竟然敢偷偷转走公司团建经费，好大的胆子！你们都在这儿干什么？白总，你来的正好。林温温她已经被裁了，还不肯走，还在这闹事儿。林温温，真不识好歹，不过就是一公司前台，公司想开除你就开除你，赶紧把协议签了，滚蛋！没错，本来你要是乖乖听话，我说不定啊会大发慈悲，让白总把这个月的工资结给你。不过现在没门。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今天是非要赶我走是吧？可以 ，N+1的赔偿，你今天必须给我。你还想要赔偿呢？工作期间消极怠工，多次违反公司规定，公司开除你是天经地义。证据呢？证据？要什么证据？我是总监，我说你有错，就是没错，也有错，知道吗？不服也给我憋着。难道你们就不怕仲裁吗？你白总，让他去仲裁，我倒要看看一个没钱没背景的到底怎么赢呢。嘿嘿嘿，白眼狼，马上就要开新品发布会了，这个时候赶我走，你不会后悔吗？真是搞笑，你以为你自己是定海神针啊？能拿捏住我们的命？有我在，科技部研发不是问题。白总，放心吧，等我们发布会大获成功，到时候我们公司就是挤进科技圈的新贵，是他一辈子都望尘莫及的高才。没错，我现在有了薛小姐，我都后悔了，没有早点把你辞掉啊！你觉得我林温温稀罕这份工作吗？那就赶紧走吧，还赖在这干什么？你们太过分了！公司这么多项目，哪个不是靠林组长才做起来的？你们这不是过河拆桥吗？你这么向着一个被裁员的人，怎么你也想跟他一起走？今天谁再替林温温说一句话，就和他一起走人。不错，林温温，赶紧把你的破烂清了，滚蛋！不然的话，让你全组的人都走掉。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走的？我保证，离开延盛科技，我能给大家找到比这薪资更高的工作。林温温，你还在这儿当众挖墙脚？林温温，少在这不自量力！你一个被裁员的人，也敢在这里夸下海口，真是掂量不清自己几斤几两。闭嘴！共事3年，大家都知道，我从来不开空头支票。有人愿意跟我一起走呢？林组长，对不起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不想丢了工作。是啊，你就算个人能力再强，毕竟也是个打工的，小小牛马怎么斗得过资本？林组长，要不您就跟白总跟薛总监认个错，要不您被行业封杀了，就真的不好找工作了。要我给他们道歉，那也要看他们受不受得起。
小张，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张小雨，你要是敢跟他一块儿走，我告诉你，从今往后，在这个圈子里就别想好过。别一起就是了，林文文都被开除了，跟着他能有什么前途啊？可是什么呀？可是，赶紧给我回吧！咱们打工人都是得看老板的脸色吃饭的，惹怒了老板还有什么活路呀？没事的，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你要是不愿意，我不会勉强你的。走了，走。夫人，终于把这个碍眼的给赶走了。软件上线的事情就拜托你了。放心吧，白总，等过几天发布会上新的时候，在门口立个牌子，就写被裁人员和狗不得入内。说的没错，我马上派人去安排。走。只怕到时候你们要跪死。不好了！林组长人呢？慌慌张张干什么？林文文已经被我开除了。这可完了呀！他开发的那个软件突然全部崩溃了。什么？迪特杜，现在来接我一下，顺便通知白眼朗，过2天的新闻发布会，我和陆恒会亲自到场。哎呀，刚才不是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崩溃了呢？那还用说，肯定是他做了什么手脚。哎呀，你问问这个贱人到底干了什么，还不去把他给逮回来？等等，夫人，你有办法？哎呀，小姐，我怎么把您给忘了？有您在我这儿坐镇，这种小问题不是动动手指就能解决的吗？那是当然。这是我前一段时间写的工程文件，你让他加载这个试试。薛总监，您确定这个真的能行？废话怎么这么多？让你试你就试。好了，薛总监，跑起来了，真的跑起来了！你真的太牛了！看到了吗？难道公司离了他林温温就转不了了？哎呀，薛总监啊，你真行啊！有了你呀，我们的发布会算是稳了呀！等等，这个文件，你一个小员工也配偷看公司核心机密？张小雨，你怎么回事啊？说，是不是连文文让你在这儿捣乱的？不是白总，这个文件分明是林组长。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快去给我道歉！你屁话真多。嘿嘿，薛总监，刚才干活累了，我请你喝咖啡去啊，还不赶快道歉！真是欺人太甚！联盛科技这边需不需要我？林组长，等等我！林组长，等等我！小张，林组长，我辞职了，我跟你一起走。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不成？不是，小张，怎么了？有什么话你慢慢说。你都不知道，你前脚刚走，那个软件就出问题了。薛斌拿出了修复的源代码，就是你之前写好的工程文件。他偷了我的源代码？是啊，竟然还说那是他自己写的。现在全公司上下的人都捧他臭脚的。联盛科技这种鬼地方，多待1秒都觉得恶心。林温温，你去楼下给公司一人买一杯咖啡上来。原来是这样。林组长，你要不去告他吧？不用，那份工程文件只是一个半成品。如果他真的拿那份文件来搭建程序，在发布会上就有他好看的了。啊？走吧。走。林组长，我们去哪儿啊？去新公司呀。我不是答应过你会给你一个更好的身份吗？
林组长，你说的更好的工作，就是让我来陆氏。怎么不愿意啊？愿意，我太愿意了。我做梦都没想过，我自己还能来陆氏。林组长，您说您能进入陆氏，但是我真的……你就放心吧，有我在，陆氏不敢不让你进来。欢迎总裁夫人。林组长，所以你才是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比起总裁夫人，我还是更喜欢你叫我林工程师。天哪！白眼狼要是知道自己捧了个冒牌货，把真正的总裁夫人赶出了公司，怕是肠子都要悔青了吧？哎，对了，老公，我和我组员已经离开延盛科技了，我想把他招进陆氏。我老婆推荐的人当然没有意见了。李特助，带他跟人事说一声，去研发中心吧。研发中心？那里面的人学历都是985起步，我可以吗？你是我夫人的徒弟，你不相信自己，还不相信他吗？那我就先……张小姐，这边请。哎，老婆，延盛科技那边要不要我帮你教训教训？这次你别再说自己处理了，他们敢这么欺负你，真把我陆恒当软柿子了。知道了，不过这次发布会还真得你出面，但是杀手锏留到最后，先这样，知道吗？好，我现在通知各大媒体，保证让老婆的计划顺利实施。嘿呀，白总，听说你公司的软件被陆氏集团看上了，今天陆氏集团邀请了全城有名的媒体，看来对你们的软件很重视啊。是啊，白总，以后咱们可要多多合作呀，一定一定。这位是？你们好，我是公司的技术总监薛冰，这次的软件程序是我写的。哎，白总，难道他就是您说的陆氏集团陆总家的？哎呦喂，哎呀！早就听说陆氏集团总裁夫人会参加发布会，没想到就在我的眼前。薛小姐，幸会幸会啊！真没想到陆氏集团总裁的夫人居然如此优秀啊！您写的代码我已经看过了，基础扎实，永不乏创新的，真是让人敬佩钦佩呀！哎，对了，听说今天陆总也会亲临现场，夫人，这个消息是真的吗？什么？陆总也会来？难道陆总没跟您说过这事儿？啊，当然说过了，我只是一时太忙，没想起来。陆总竟然亲自来，那我岂不是露馅了？既然这个软件啊是夫人您亲自开发的，陆总肯定会来捧您的场啊！二位真是伉俪情深呐，感情和传闻中一样，很好很好的。欢迎大家来到陆氏集团和延盛科技共同举办的线上软件发布会。下面我们有请陆氏集团的掌权人出场。林温温，林温温，怎么是你啊？你们俩已经被公司开除了，还到发布会来干什么？白总，夫人，这二位是？二位见笑了。刚才开除了公司的2个助手，想不到他们会到发布会来蹭吃蹭喝的。林温温，还不给我赶紧滚出去！我自己研发软件的新品发布会，不邀请我这个总工程师，怕是有点说不过去吧？哎呀，蒋总、罗总，你们别听他胡说，我才是这个软件的总工程师，你只不过是个打杂的，你敢冒领我的功劳？到底是谁冒领谁的？薛总监，您自己心里清楚。你什么意思？你真以为偷走我的程序框架就能够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吗？哎，姑娘，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怎么都知道？一定是张小雨多嘴。不行，不能让他留在这儿。你们别听他胡说，他只不过是不满自己被公司裁了，才在这里胡说八道。他呀，连邀请函都没有呢。你们还不把他赶出去？等等，邀请函是吧？
睁大你们的眼睛，给我看清楚了啊！这是陆氏集团发放的最高规格的 VIP 邀请函。什么？听说这邀请函只在陆氏集团内部流通，能够拿到的都跟陆总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啊！好你个林温温，这又是你勾引我老公才拿到的邀请函，你可真不要脸！什么？夫人，您的意思是说他跟陆总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关系？天哪！没错，这一点我们公司的人都可以证明。是的，我们都可以证明，李温温就是个勾引别人老公的小三。你们胡说八道！这个邀请函是陆总特意为林组长准备的。特意？林温温就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宝妈，她不勾引陆总，陆总怎么会把邀请函给她？那是因为林组长才……多说无益。既然你说这个软件是你做的，那你敢跟我赌吗？赌什么？就赌这个程序能不能正常运行，谁输了将被整个行业封杀。赌就赌，夫人，我相信你。李温温，既然你不死心的来了，那就好好看着。没有了你，我也能让公司更上一层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延盛科技的新品发布会。想必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发布会想给大家推出一款跨世纪的支付软件。大家请看，我公司通过1年的时间，为大家开发出了一款同时能容纳10亿人同时在线支付的支付软件。这款软件对数字货币的安全性，相比于其他软件要提高了10倍。10倍，岂不是比现在最火的支付软件支付位的安全系数还要高？正是这款独特的安防系统，才使我们拿到了陆氏集团5000万的注资。白总，如此创新的技术，快演示一下，让我们大家也见识见识吧。下面有请我们这款软件研发的总工程师薛冰薛小姐亲自为我们演示这款软件。没想到研发这样一款跨时代软件的总工程师，竟然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女性。对啊，我怎么记得这款软件前几年宣布研发的时候，当时接受采访的总工程师好像姓林啊。对啊，你们看他那个手做那么长的指甲，怎么看也不像个写代码的人。就是啊，应该是姓林才对。我们公司从未有过姓林的设计师，这款软件一直是我带领团队完成的。只要今年软件顺利发布，证明我的实力，就算我假装总裁夫人，那露馅儿呢，延盛科技肯定也不敢帮。哎呀，薛小姐啊，大家都很期待您研发的软件，您就快点给我们展示一下吧。展示一下吧，展示！下面有请各位同我一起见证我司软件安全性。软件已经开始运行，现在国内外有数千名黑客都在向我们的软件发起攻击，而我们的软件依旧安全无恙。哇！快看，黑客开始攻击了啊！林文文，你不是还大言不惭说今天软件运行不够顺利吗？问题在哪儿？急什么？这不就来了吗？什么意思？你们看，模拟的数字货币正在大量减少。我看这是被黑客攻击了吧？这不是说这安全性提高了10倍吗？是吹牛的技术提高了10倍吧？如果我们真把自己的钱存到这种软件里面，现在岂不是已经被盗走了？胡闹！白总，这就是你所谓的密不透风的安防系统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白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安勿躁，都是小问题，我找我们的工程人员马上解决。夫人，快帮我修复一下。
现在该怎么修啊？薛小姐，你还愣着干什么？你之前不是轻而易举一弄就好了吗？快来呀！哎呀，这……哎，你们看，现在数字货币造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哪是修复啊，这是捣乱吧？他真的是这个系统的总工程师吗？夫人，是怎么回事？怎么越修越严重啊？这个软件程序对我来说太难了，万一失败我弄不好。工程文件之前不是你修好的吗？这工程文件不是你弄的吗？怎么可能修不好呢？当然是因为这份工程文件是他偷来的。啊！林文文，你闭嘴！你空口无凭诬陷我可是犯法的。我可以证明，我是延盛科技的前员工，我可以证明，这个软件的工程文件，我们林组长好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抄袭可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忌。白总，他一个被开除的人，品行不端，他的话怎么能信呢？对，别信我们，信你的薛大总监，他一定能把工程文件给修好的。薛小姐，你再试试吧。白总，如今各大媒体都在实时转播，我们的股价已经下跌好几个点了。软件再修复不好的话，股价随时可能会崩盘。给我来！林文文，你不是技术骨干吗？现在你将功赎罪的机会来了，快去把程序修好。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白总，你怕是贵人多是吧？您忘了，你前几天已经把我从你的公司扫地出门了。林文文，我承认这个工程你们是负责了一部分，总之现在出现了问题，难道你不应该负责吗？我又不是总工程师，要负责也该你负责才对啊。对呀，薛小姐不是说这个软件一直都是她自己做的吗？为什么要让别人来修漏洞啊？该不会真是冒名顶替的吧？白总，股价又跌了好几个百分点。啊！林文文，这个软件也是你的心血啊！你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它夭折吗？你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团队里所有人都失业吗？这个时候你开始讲团队了。林组长被开除被欺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林组长讲话的吗？现在凭什么道德绑架？张小玉，你什么身份？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他现在可是陆氏研发中心的技术骨干。白岩朗，麻烦你对陆氏的员工要尊重点。张小雨她一个野鸡大学毕业的，竟然能进陆氏，她踩的什么狗屎运？白岩朗，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好，林小姐，只要你答应帮我程序修好，你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好啊，那就让他当众承认这个工程文件是我的，他就是个冒牌货，偷了我的文件。原来是偷了别人的成果呀，怪不得不会修呢。看来就是个空有总监头衔的草包啊！不行，我可是总裁夫人，陆氏集团的5000万投资你还想不想要了？白总，薛总监，股价已经要跌停了，咱们已经亏损好几个亿了。好，林文文，我答应你，我答应这个文件就是你写的，这你该满意了吧？怎么又叫个女人上台修啊？白总，我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看你们公司的女人一个个上台卖蠢的。一个女人懂什么编程啊？要我说呀，女人呐，就做做行政之类的工作，像编程、写代码这种高精度、高难度的工作，是男人的战场。编程靠的是脑子和手，又不是男人兜里的2两肉，女人凭什么不能懂编程？就你们公司的技术总监都搞定不了的东西，你能修复吗？是啊，我看这工程文件也不可能是他写的，不过是延盛公司抛出来的障眼法吧。不要拿我跟他内容草包相提并论。就是，林组长才不是薛斌那种花架子。夫人您放心，等林文文把代码修完了，这成果还是您的。林文文，你快一点，马上陆总要来了。我倒要看看她一个女人今天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程序给我修好。
始了，开始了！这都过去多久了，还没修好啊？说了呀，女人就该好好的在家带孩子，挤不进的圈子别硬融。林文文，哎呀，林文文，你到底能不能行？林文文，你要是不会就趁早下来，别在上面装模作样，浪费大家的时间。是啊，你不行就赶紧下来得了。下来吧，下来吧！哎呀，林文文，还不赶紧滚下来！你行你上，不行闭嘴。哎呀，夫人，您就少说两句嘛。林文文，你快点，等会儿陆总马上就要来了。快看！哎，快看，成功了！啊，真的成功了！他竟然真的修好了，不是吧？哎呀，哈哈，哇，真的好厉害呀！还没结束，看那是什么？被盗取的数字货币全都追回来了。他竟然还反黑了黑客的电脑，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修好？精彩，实在是太精彩了！白总，公司有这么优秀的员工，为什么不早点介绍给我们认识呢？白总当然不至于介绍了，毕竟我只是一个被他开除的前台而已。你真是暴殄天物，如此才华卓越的工程师，你竟然让他当公司的前台，甚至还把他开除了。林小姐，你愿意来我的公司吗？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李小姐啊，我愿意开双倍的价钱。哎，江总，你刚刚还说瞧不上女人呢，你现在跟我争什么争啊？刚才是刚才呀，现在我都见到李小姐的真本事。这要是被对家公司挖去了，其他公司不是损失更大吗？不要和我争啊！哎，我就和你争！不许和我争！我就和你争！是啊，以林小姐的技术，她要真想黑进哪家公司系统，谁拦得了啊？哎呀，这延盛科技的白总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有这么一尊大佛不好好供着，居然还赶出去。嘿嘿，误会，都是误会。之前只是开个玩笑而已，我怎么会把他开除呢？林文文，在发布会结束之后啊，立刻恢复原职。白总，你怎么能这样？夫人呐，之前陆总说您是高端技术人才，我们公司才会对您青睐有加的。可我刚刚看，好像又变成一窍不通了。是啊，这种人也不知道怎么当上技术总监的。对呀，要是延盛科技的技术部以后都由他负责，那延盛科技啊，迟早完蛋。哎呀，李文文呀，你过2天就到我公司来上班啊。之前你顶撞我的事情，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啊？只要你能想得开，到我公司来，多帮我研究出几款软件，我就给你升职。别画饼了，你画的饼都够装我家一冰箱了。你与其在这画大饼，不如好好想想怎么面对法院的传票吧。你什么意思啊？你非法辞退我的证据，我已经提交仲裁院了，等着吃官司吧。林文文，你真是狼心狗肺，你竟然告公司！哎，不是你说的吗？让我想告就告。好啊，李文文，我们公司现在背靠陆氏集团，有多少人削尖脑袋想进来，他还进不来啊！我给你机会，你竟然不懂得珍惜。等一下，哎，李小姐，罗总，起开，起开！真把自己当成个香饽饽了。李小姐，只要你愿意到我们公司，我给你请最好的律师告他。李小姐，李小姐，我们公司啊也有法务团队，考虑我们，还有我们。哎，选我，考虑我们吧。你凭什么抢走我的东西？凭什么受人追捧？白总，现在林文文已经彻底跟我们撕破脸，绝对不能让她入职其他公司，找到新的靠山对付我们。哎呀，我还不知道呢，他们要抢人，我有什么办法？我有办法让他身败名裂。等一下，罗总、蒋总，不能聘用林文文进入公司。罗总，不能聘用她进入这个公司。哎呦，我们不招聘林小姐这样的人才，难道招你这样的草包？她确实修复好了漏洞，但是像她这种没有职业道德，我们敢用吗？
何出此言？大家想一想，如此重要的发布会，我们公司的程序一定会再三测试。怎么会这么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问题，又恰好被他修好了呢？旭冰，你到底想说什么？他肯定是故意篡改程序，为的就是报复公司，把他开除，把公司当做垫脚石，为他自己跳槽铺路。你少在这胡说八道，自己能力不行就不要在这污蔑我。林文文，你既然这么快就能修复好漏洞，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把程序做好？我看你分明就是故意的。白总，这事儿是真的吗？林文文之前确实因为公司没给他升职加薪，对公司有意见。大家都听到了吧？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是程序员出身，试问有哪一位能像林温温一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复这种程度的漏洞？他刚刚的速度的确挺快的。难怪啊！我就说一个女人，她能这么快的修好，原来是自导自演。哼！哎，女人怎么了？难道是我们林组长太厉害，伤到你们男人这点可怜的自尊心了？林小姐，他们说的是真的吗？当然不是，做不做得到是能力的问题，其他人不行，不代表我不行。林文文，在座的各位都是科技界的前辈，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难道你狂妄的觉得自己比在场的各位都要厉害吗？林文文，别狡辩了，像你这种没有职业道德，就应该吊销工程师执照，被全行业拉黑。怕了吧，林文文？如果你能现在当着大家的面给大家道歉，我和白总说不定还能替你求求情。我凭什么要为我没有做过的事情道歉？那你给我解释，刚才这么快就修复好了这个 bug？ 哎，你上学的时候考了满分，你还要跟你的同学们解释你为什么考了满分吗？菜就多练。林文文，江总可是前辈，你怎么跟他说话的？今天的这个发布会，在座的各位都是科技界的领军人物，你这种态度是没把咱们大家放在眼里吗？狂妄至极，简直是狂妄至极！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资本最重要，得罪了资本就要封杀你。林小姐，必定还是在科技圈里要找工作呢，硬碰硬对你没有好处啊！就凭你们想封杀我，还没有资格。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你不会认为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小职员，有一点能力就能在资本大佬面前横着走吧？林组长，要不你还是服个软吧？我相信你没做过，但咱们毕竟是打工的，你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总算有一个明白人了，在这个世界上，资本才是王道。就凭在场的这些人，还没有人有资格动得了我。他这么有恃无恐，不会真的有什么后台吧？怕什么？我们延盛科技马上就要获得陆氏集团投资，并且陆总马上就要过来，他的后台再大，能大得过陆总吗？真是无知者无畏啊！现在我宣布，整个行业哪个公司敢用它，就是跟我的公司作对。咱们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气了？管他呢，死道友不死贫道，一个打工仔而已，得罪了资本，他的职业生涯也就到头了。我们公司也不录用这样的人，我们公司也不会用他。那我也不用了。抱歉，林小姐，如今这个情况呢，我也是爱莫能助啊。文文，你现在已经被科技界除名了，识相的话就赶紧滚出发布会。这抄袭狗都不滚，我为什么要走呀？事到如今还在胡乱攀咬，看在咱们一起创过业的份上，我可以不把这些事情捅给陆总，但是还这样冥顽不灵的话，我也保不了你。好啊，那我今天就在这等陆恒过来。竟敢直呼陆总的姓名，实在是太嚣张了你！白总，你赶紧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给赶出去，不然待会陆总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要受牵连的。保安，我看谁敢动我！怕什么？上啊！出了事我担着。是这样，薛小姐，今天在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还指望着保安这份工作养家糊口呢。这要是万一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一群废物，他无权无势，能有什么身份？不敢，我亲自来。起开！李文文，给我滚！住手！
嘿，陆总，您怎么来了？陆总，完了完了，我得赶紧走。这怎么回事啊？谁干的？哎呀，陆总，夫人就是给了他一点小教训。夫人？是啊，您不是差李特助告诉我要照顾好夫人吗？夫人就在那儿呢。哎，夫人，哎，快到我的身边来啊！我陆恒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夫人，还是这种不入流的货色。陆总，按您的意思是，薛小姐不是您的夫人？林文文，你笑什么？我笑你好笑啊？怎么，现在不当总裁夫人了？现在想跑啊？晚了。陆总，你别听他胡说，这些都是误会，我可以解释的。林文文，你一个被行业封杀的烂货，少在这里给我指手画脚。谁允许你这么跟我夫人说话的？把她的嘴给我缝上！总裁夫人，您是不是搞错了？她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怎么可能是您的夫人呢？是啊，陆总，林文文她毫无职业道德，故意篡改程序，导致发布会出现重大事故。她现在被全行业封杀了，江总他们都可以证明的。哦，是吗？陆总啊，我听说您夫人刚生产完，正在家休养呢。那这位林小姐又是？不会是我想那种关系吧？我们林组长就是刚刚休完产假啊，他怎么就不能是总裁夫人了？你简直是有眼无珠！我们陆总的夫人自始至终只有一位，那便是林文文小姐。不好意思啊，希望你们下次再拿资本压我的时候，好好去打听打听，谁才是真正的资本。她竟然是总裁夫人！误会，实在是误会啊！混蛋，都怪你们两个，让我得罪了总裁夫人呐！原来李文文才是真的总裁夫人，那我们之前一直……文文呐，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是总裁夫人呢？我要是早点跟你说，那我怎么能看清楚你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真面目呢？误会，误会，这些都是他做的，我也是被他骗了呀！白夜郎，你们自己认错人，现在把错扣在我头上！你给我闭嘴！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认不出总裁夫人呢？文文，总裁夫人，都是他欺负你，所以他撺掇我做这些事情的呀！白夜郎，你无耻！你们这些解释还是留着跟法官说。李特助，发布撤资声明，收回陆氏集团对延盛科技的所有投资。今天现场的所有企业，但凡是欺负过夫人，全部拉进陆氏集团的黑名单。至于他，就交给你处理吧。既然你上蹿下跳，想要我被封杀，那就让你自己尝尝被全行业封杀的滋味吧。按照夫人说的去办。文文，我们是大学同学，你就放过我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文文，文文呀，我也知道错了，你替我跟陆总求个情，也放我一马吧。你们不是知道错了，是害怕。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族，你们还会这样给我认错吗？我只是做了每一个老板都会做的事情，我随着大流而已，我有什么错呀？哎呀，现在之所以有这样的职场环境，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的存在。你不理解没关系，陆氏集团的违约金已经足够让你破产，等你赔完钱，你就去好好感受一下最底层打工人的生活。刀割在你们自己身上，才会知道痛。带走。不要，不要！陆总，放过我，放过我！经过法院判决，延盛科技依法赔偿林温温小姐 N+1补偿金，并向林温温小姐公开道歉。愿所有劳动者在面对职场不公正待遇时，能够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